一个独居女孩在深夜的回家路上，突然被歹徒喷了东西。等到醒过来的时候，她却永远失去了双眼。警察来了，却只是简单的问了问有没有丢失什么贵重物品。可当她尝试给家人打电话，却怎么都联系不上任何人。一位护工把昏迷的小美推走，醒来之后，这个男人替她拉开了窗帘，还给她带来了药。他说自己是个高级护理师，会一直负责对小美的照顾。刚说完就起身去给她做饭。小美也慢慢摸索到了大厅，据说这里很大，那男人也很好，给她准备好了生活用品，又带她熟悉了家具的位置，甚至还帮她买了许多新衣服，就连电话号码都帮她存好。就在小美疑惑男人为啥对她这么好的时候，她也识时务的走了。转天又给小美带来一只漂亮的鹦鹉，小美问他是什么颜色，男人居然说是蓝色。可诡异的是，那小鸟居然真的变成了蓝色，这可能是导演在暗示，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小美的想象。果然，当她打开窗户，这里的风很大，可当她来到另一扇窗户前，却丝毫没有风的痕迹。就在小美疑惑的问男人时，男人却说他有电话留言，好像对小美隐瞒了什么。晚上小美突然听到了什么声音，居然是个女孩子倒在那里。当她慢慢摸索过去，女孩却消失了。小美凑过去一听，好像是隔壁女人痛哭的声音。她隔天就写下小纸条贴在隔壁门上，邀请女人和她一起喝茶。晚上那女人果然来了，可她却莫名的问小美当时失去眼睛的时候痛不痛。小美问她是怎么知道自己之前能看见东西的。她知道自己说漏了嘴，转身要走，疑惑的小美却拉住了她。那女人说自己又搞砸了。小美问她搞砸了什么，她只好说那天小美听到的声音只是她老公要进城，她有点难过。可小美摸着女人，感觉到她明明是在发抖。当她突然摸到女孩的脸，居然有这样的伤疤。那女孩告诉她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就走了。第二天她又看到了女邻居，过去道歉的时候摸到了她，可画面一转，居然是她老公。她问了一大堆，那人却没有回答她。越是没有回应，小美越是慌张。还好那男人只是骂了两句就走了。可护工却突然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已经在外面鼓足勇气待了半个小时。男人一边说喜欢上了她，一边还偷偷吻了一下。小美拒绝之后，男人走了。当小美想出去道歉，没想到那男人居然变成了邻居的老公，又变成了喷她药水的歹徒。小美吓得赶忙跑回房间，可明显已经来不及了。她起身想要报警，却被直接按在墙上，掐住了脖子。她再次醒来，那男人居然又神奇地出现在了她的身边，告诉小美这一切都是她的幻想，昨晚监控上根本没人。小美让他找来了警察，可警察依然说那只是她的幻想。小美彻底失望了，她准备要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。眼前这个正在洗澡的盲人女孩马上就要死了。她慢慢走到窗子边上，打开窗户，爬上栏杆，跳了下去。但奇怪的是，她又醒了过来。要知道她可是住在9楼啊。她伸手摸向周围，怎么会全部都是泡沫墙呢？而自己平常听到周围的声音也都是音箱发出来的，只是一伸手就抓住了栏杆，爬上了9楼。她赶紧出来，那电器居然也是假的，邻居的门自然也不可能是真的。她只能绝望地摸着墙跑进房间，到底是谁囚禁了自己？小美突然想到了那天提醒自己的邻居，或许只有他才能救自己。她找到邻居，听到邻居又在那里装着找钥匙开门，她当然知道邻居的家也是假的。她把邻居叫回了家，赶忙打开了水龙头，再故意把打火机碰倒，等女人蹲下去捡，这时候他们在说话，就能尽量避开可能存在的摄像头和监听器了。可是那女人怎么会跟她说实话呢？当小美说了自己的发现，那女人居然又变得惊慌不已。就在她要说出真相的时候，她的丈夫居然来了，而他们前脚刚走，护工居然也来了。他不仅送来了夜宵，还来安慰小美。小美却感觉到了这几个人的关系，她觉得这里就是一个弥天大谎，而男人却说这是在创造环境，帮她治疗精神疾病。小美只能抱住男人，可她的眼中已经充满了杀气。后来男人又送来了小提琴，可小美依旧不为所动。但男人起身的时候，却随手敲了2下桌子。小美突然想到之前的护工，还有之前的警察，难道他们都是同一个人？再想到女邻居说的话，她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一个双目失明的女人要干掉这个囚禁她的8尺壮汉。只见她给男人倒伏特加的时候，确认了一下刀架位置，再一手搭在男人的肩膀上，确定好方位。她故意打落杯子，男人弯腰去捡，小美赶忙拿起没有菜刀的菜刀架子砸了上去。还不放心，她就再来一下子，然后慌忙的在她身上摸出了证件和钥匙。可跑到门口，钥匙却怎么都打不开门，她只能再次回去。可男人却突然抓住了她，还好又倒了下去。小美只能再翻出包里别的钥匙，可意外翻出了一把电击枪。试了几个钥匙之后，她迅速打开门，拿起导盲棍在路上搜索。可突然她摸到了衣服，先是佛波勒探员的衣服，接着是个医生的衣服，甚至还有那个歹徒的。可突然她被女人的呼声吸引，原来这是男人的妹妹。她说自己的哥哥从小就有很强的控制欲，他要一步步控制小美，控制她一辈子，并且告诉小美那个通风口是唯一能逃出去的路。小美独自出去，可刚一出门就碰见了醒来的男人，把小美拖回了房间。原来她小时候也经常被父亲虐待，常年关在阴暗无光的地下室里。当时她正是靠着小美唱的歌曲度过了黑暗的时光。她是小美忠实的粉丝，出来之后她想要成为小美的光明，所以她就把小美弄瞎，她想独自占有她。可这也正顺了小美的心意，她一边向男
男人求饶，一边听通风口在哪个方向。趁男人不备，他拿出电击枪，又把他弄晕了过去。可当他摸到通风口，拿出刀撬开之后，这么小的口，他要怎么出去？但他突然摸到了一瓶药水，他打开一闻，这正是那天弄瞎他的药水。但没多久，那男人再次醒来，直接把他推到桌上。小美拿起小提琴就是一炮子，可这更加激怒了男人，一把将他推倒。就在他要使出绝招的时候，看见了女孩手里掉出了个药瓶。小美的咽喉被烧伤，变态男人也同样自食恶果，失去了双眼。最后，他妹妹帮小美打开了大门，她终于再次感受到了自由的空气和温暖的光。半年后，小美再次登上了属于她的舞台。